卖半成品吗？苹果奶绿，你说的好，你有种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就解释我们直播间卖半成品预制菜的问题哈。这个是我相信他没什么恶意，只是脑子乱。脑子乱的人我们见过很多啊。对面在吵，哎，你们赶紧把这个打赏关掉啊！怎么关掉打赏这么难吗？那个抖音的在关。抖音在帮我们关。在关。把 B 站的推流打开，兄弟们。哎呀，哎，他们特效现在还有唐僧的。我还第一次看到唐僧的。把那个微博的那个推流打开，朋友们。开了告诉我们。好，开了是吧？OK。今天中国蓝直播了一天吗？就浙江卫视旗下那个中国蓝是播了一天吗？草哥呢？哎，在这儿呢。啊，你在干嘛？我在补刷那个。啊，好。这个是微博的。你们也别太起哄架秧子了哈，我们今天不会说是搞得什么多凶狠的，因为我都有点不忍心了，说实话。你没发现他们公关团队特别不专业吗？太奇怪了，他们公关团队不专业程度跟我们现在直播技术团队不专业程度有一拼哈。哎，这个唐僧是什么？这个太好玩了，这个便宜吗？你们看看这个唐僧贵不贵？不贵的给我多打几个，我还挺喜欢这个的。你比唐僧能说，当然了，唐僧只是肉啊，我肯定比他能说，但唐僧这种肉了吧唧的也可能干死我，因为那个谁不就孙悟空不就被他弄得不行了吗？然后还有啥？不能反对预制菜啊！你可以反对预制菜，我不反对预制菜。我们的立场写得非常清楚，大家可以看到这后边我们立场。就我个人呢，并不反对预制菜，然后呢，我只是想推动预制菜进餐馆这件事情的信息透明化，然后让消费者有知情权，就这个意思哈，并不是说我反对预制菜。预制菜也有预制菜的很多好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出门的时候，什么机场啊、酒店啊那种地方吃饭的时候。其实我是宁可吃预制菜，也不想吃方便面的，所以我不认为预制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甚至预制菜进了餐馆，我都不觉得是问题。它的问题是进了餐馆，它假装现做的，这个是不行的哈。我觉得消费者是有这个知情权的，好吧。然后你们还差啥？告诉我，差什么？是不是开始可以了？那个燕峰，你那边怎么样了？马上。哎，我这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像雷锋式的那种棉帽的那种特效，这个尽量关掉哈，赶紧。有人又说改口了，开玩笑，改什么口？小人之心哈，我们就是该说什么说什么，不能因为你们起哄架秧子嗨了来了10万人，然后我就在这儿乱骂，这不可能的。但也不会说该说的不说哈。然后眼镜布给我一个呗。啊，好吧。现在是什么情况？这个是 B 站的，啊。这个抖音的不需要了呀，我手机上看吧。这是抖音啊，微博 B 站啊 ，B 站。你能把这个关掉，换成 B 站的吗？把这个关掉，换成 B 站。不是，抖音关掉，我这手里有手机，我还要抖音的干啥？好吧？把抖音换成 B 站。啊，可以吧？你这样，这个优先级没那么高啊，你已经在做就做了吧？你们现在还差什么吧？告诉我。购物车下掉和流都关，流现在已经关掉，现在下购物车拿掉不是人家的事儿吗？不好意思啊，耽误了一会儿，让大家见笑了哈。啊，来吧。席伟，你过来，我告诉你哪个要哪个不要，你们不要没完没了、慌慌张张的。首先，购物车让它慢慢下，既然不是我们下，对不对？对。所以就别哇哇叫了。然后呢？现在还有什么没完？就这个了。遥控器也没给我呀！你们今天乱的不是一般的乱。抱歉哈，并不是我们这个团队出了什么问题，主要是我们正在出差途中，临时出了这个事儿，不得不应对，做了这么一个直播。那么相应的呢，我们团队的技术支持并没有都到，所以我们在这儿临时借调了一些，但是他们对我们的流程不是很熟悉，所以让大家见笑了，非常抱歉。我们马上开始。然后燕峰，你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字投到这个屏幕上以后太宽了，那些不反对预制菜什么的。另外呢，那个十字路口 logo 太上去了，你们其实可以把十字路口拿掉。我们已经在这十字路口里播了，为什么还要上那个 logo 呢？弄得好像这是个商业活动似的，好不好？你把 logo 拿掉，只放字幕，好吧？另外字收一下，你自己在手机上，谁给他拿个手机反送，让他看一下，不要出边儿。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还有遥控器，谁给我拿过来？好吧，抽凉遥控器，谢谢哈。然后一下啊啊，那你就替我翻页呗。怎么不说呢？你不想害死我吗？这是直播，好吧？我觉得有这帮小伙子有的是想害死我。你的那个飞出的那个声音屏蔽掉。来吧，翻页吧。燕峰去改那个 B copy 的 ，A copy 的就直接开始启动了。好，我再重申一下我的立场哈，我个人并不反对预制菜。我们这次呢，只是想借着这个事件，这个意外事件，想推动预制菜行业的透明化，然后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整个晚上会反反复复给大家强调。来，进下一页吧。你们进下一届再有这么大延迟，我就会抽风了哈。本着咱们叫什么相互友爱哈，我说翻页你就翻页，拜托了，求你了哥啊！你们都是我爹，好吧？给我翻页。好，这个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件出来以后呢，西贝的公众号发了这么一个东西。哎，你们这又进来一个什么屏幕？哇，你们比西贝公关团队还山寨呀！太山寨了，想干什么呢？为什么又弄出个浏览器跑这儿来了？来，我看看人家是怎么嘲笑我们的。有一个叫李李的这个一个大傻子说怂了啊，对，这人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可能身体不太好，然后老婆也瞧不起他，他有一些应激反应哈。看别人口风改了，没改口风啊，你们这些白痴，去死！哎，不对，哪些话不能说来着？去死能说吗？不能说哈。好，怎么样？可以了吗？往下走吧，你这也看不清，做这有啥意义呢？往下走吧。这里边看不清的话，这个提词器有吗？我来念一下这个标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今天西贝的公众号发过的这个文字啊，网上还能搜到。我们截取了这一段，然后这边给个投屏，好吧？这边给个投屏哈，谢谢。这边给个投屏字幕，好不好？给个字幕哈，谢谢哥啊，来呗。这个上给我一个字幕。为什么没了？因为大家看不清那个能看清，那你们也给我弄字幕。他说这个顾客可以到门店就餐的同时，向门店伙伴提出参观后厨的要求。这就是西贝今天发的公关稿，说可以到后边要求看那个后期参观。提了这个之后呢，来我们往下翻页，啊。留一个全职的人在那儿翻页，如果再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你们要小心了哈。对，好吧。然后这个就是今天西贝宣布可以到门店去参观，可以去后厨看的时候，哎，有那个朋友说的很好，想吃大橙子，这是哪一个？微博直播的对吧？对。想吃大橙子那位朋友，我们可以跟他私信联系吗？他说草台班子具象化，他讽刺了我们，我觉得很好。今天大家有幸看到了2个。就是草台班子，一个是西贝公关的草台班子，一个是我们现场直播的草台班子。那我们播了5年，为什么会有这么草台班子的表现呢？因为我们这个本来是在出差的途中，没有带任何直播相关的技术团队，结果因为临时出了这个事情，平台希望我们在平台以直播的形式，而不是以录播的形式说一下，我们就临时传了一个，这还真是一个草台班子，因为我们技术支持团队都没有在哈。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使得今晚这个播的可能没有那么顺畅，请大家谅解哈，让你们见笑了。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里的这就是今天西贝说可以开放厨房参观以后，说实话啊，这跟当年打西门子不一样。当年打西门子我还亲自带队去了，现在呢我没有去。今天因为有很多大量的官媒和自媒体去西贝的门店，所以呢我们在家还来不及去现场，就得到了这些充足的信息，以至于我们都不用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可以看一下。来，这个 zoom 进去给个特写，大家可以看到里边写的这个信息还是能看清的，大致上哈。这个是他们店里的叫去骨黄花鱼的鱼柳，然后里边呢写着保质期是，这是9个月的那个吗？
啊，这是保质期18个月的，这是他们到店里去拍到的哈。虽然西贝的老板在那儿说他们100%的没有这个叫什么，没有预制菜，但是今天呢，西贝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店里冰箱里放着这么多东西的情况下，竟然邀请外面去他们的这个门店去参观，说全国370多个还是多少个门店都可以参观，所以大家进去就看到这个，来翻页。然后这个是他店里的儿童餐用的牛肉酱，哎，大家可以看到也是保质期9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再往下走，然后这个是他店里的叫什么羊排，zoom进去看一下，羊排也是保质期多少？24个月哈，这都是他店里冰箱里翻出来的。再往下走，这个再 zoom 进去看一下，这个是他们店里的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什么呢？鸡肉，也是9个月的。来，再往下，再看一下，哦，这个就有意思了。这是我们昨天吃的那个葱烤鲈鱼，现场吃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就是这个鲈鱼呢，现场吃的时候，哎，怎么我跑这儿来了？这样了，没关系，就这样吧。啊，对，好，来把那个画面切大，鲈鱼的那个画面切大。对，这个我们在店里吃的时候呢，感觉就很腥。然后感觉这个鲈鱼呢，像是怎么说呢，就是像是冻了很久的那种菜。然后他们，昨天公关团队说他们这个都是生的新鲜的鲈鱼，然后拿出来做的。然后我们直觉就不太可能。但是今天说实话啊，我们还没去他的门店，我有一些同事朋友去了，然后今天是记者去门店拍到了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的东西还是挺吓人的哈。你们可以看到这上边有这个小字，有手机上其实能看清楚，大家与其看我还不如看看手机啊。上面写的是主料海鲈鱼占产品净含量大于90%，然后配料写的是海鲈鱼水、食用盐、生姜，然后酵母提取物、复配水分保持剂，然后是3聚磷酸钠、柠檬酸钠，然后是碳酸钠，然后是碳酸氢钠，我这眼睛不太行了，我这年纪已经不太适合做这种事儿了啊。焦磷酸钠、6偏磷酸钠，还有碳酸钾和食用盐啊，保质期是18个月啊，18个月。所以，首先我们在店里吃的时候呢，感觉就是一个预制菜。他们老板斩钉截铁的说100%的没有预制菜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有一点懵的。就是当时我们在想说，如果这个东西不是预制菜，都是新鲜的，还能做这么难吃，应该也是有特异功能才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当时很崩溃。崩溃完了以后，因为他老板说的太斩钉截铁了，我们甚至心里有点打鼓了。但是今天呢，媒体进去拍到他冰箱里用的海鲈鱼就是这个东西是提前腌制好了料，但它确实是生的，它不是熟的。提前腌制了好料是生的，然后到店里去烤。这是保质期18个月的东西，所以我们吃的是几个月前的还是1年前的，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是我们再傻也吃出来，它就不是新鲜的鱼。我说实话，当我们说新鲜鱼的时候，并不是指活鱼，冰鲜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一个腌了这么多的料，做了这么多工业食品用的，虽然是合法的添加剂，但这跟我们去餐厅吃饭的初衷显然是不一样的啊！相信我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正常人类都能听懂。来，往下走，啊，还有很多食品工业的朋友们来了，说这是前置不是预制。我们一会儿就聊聊什么人类定义的预制菜是什么哈。这个是什么呀？他店里的这个是另一个肉吧？对，牛肉。啊，注意，我这个让一下哈，我挡住镜头了，我得让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字，不用切换了，大哥，你就保留那个吧。对。这个我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字哈，这边写的是非直接提供消费者，所以我们之前说的时候，他们网上有一些人也懵了，因为西贝除了餐厅卖那个所谓现做的饭之外呢，西贝的网上本来就卖预制菜，所以有一些朋友呢一说，其实我们围观的群众也都很崩溃，因为有的人说他本来就卖预制菜，预制菜就是卖给消费者的，但店里呢是给现做的。但是我们在这儿，今天有记者去拍到的清晰的写着非直接提供消费者，净含量2.5千克。这个东西呢
是小牛焖饭牛肉包（括弧糖食袋装），可以看到上面那个糖食袋装最上边。你们把这个画面往下拉，稍微拉一点，退出一下，拉的往下一点，再给一下，谢谢哈。好，大家看一下，那个上边第一行写的是小牛焖饭牛肉包2.5公斤（括弧糖食袋装），所以这个肯定是堂食用的，不是在网上卖的那种叫什么，就是注明是预制菜，卖预制菜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说是堂食现给你做的，但实际上用的是这样的东西哈。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边，我给大家念一下，上边是牛肉水姜片。牛肉水姜片、大蒜、芹菜段、西红柿、绿尖椒圈，然后牛肉调味酱、紫洋葱丝、肉冻糕、调味牛油，然后什么复合香辛料什么什么什么等等，这些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写的，它已经是做好的菜，只不过呢，这儿写着括弧非即食，就是它是做好的半成品的菜，不是打开袋就吃的，是拿到店里以后打开袋，它在那儿给你热一下。弄熟了以后端上来你就可以吃了，但是这个呢，按他们的理解就不是预制菜，我觉得这个按正常人类的理解就是预制菜。同时，这个不是在网上直接卖给消费者的，上边注明了堂食用，这下边说非直接提供消费者，就是他店里用的。可是呢，他们老板又说100%的没有预制菜，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哈。来往下走。好，这个是他们店里的名菜，叫猪排烩酸菜。大家可以看到，也是9个月的哈，9个月的，保质期9个月的，也是里边那些都做好了，你回去看一下。切换刚才那个非 zoom 的那个画面，我看一下。对，这里边这不也写着吗？什么猪肉、猪油，什么酱油，然后是大蒜，然后什么食用盐等等等等啊，这些也都是做好的。来，再看下一页。哎，我这个提词器到现在还没有啊。现在之前我们是有视频和图片，一会儿到提词器的时候你就麻烦了，钟良。你现在提词器什么情况？这个频道里面是没字的，就是没有给验风那个设计。对。不是，后边是有的吗？后边有的时候这就会显示，对吗？啊，那行了，遥控器还没到哈。哎，你们能保证这个视频播放被观众完全听到吗？你们手机里听一下，确保完全没有问题，所有的平台哈，好吧？可以吗？从头开始播放刚才这个视频，这是今天媒体去现场录制的啊，我们自己还没来得及去，媒体就比我们动作快，都已经去过了。来看一下。没有声音吗？大家刷弹幕上来，有没有声音？是不是出技术故障了？没有声音出去吗？没有声音出去吗？稍等，稍安勿躁啊，不要着急。我们这儿也是比较山寨的一个团队。来呗。看一下哪儿没接，我这儿反送其实不需要哈，你们 speaker 放哪儿了？音箱放哪儿了？反送不需要哈，你保证观众能听到就可以。有人说不急，今晚就待在这儿了，那也不至于，我们不会那么长时间的，差不多1个小时吧，好吧？没有声，对，知道了，没有声，大家稍安勿躁啊，非常抱歉，我们这是一个临时传的山寨技术团队在直播，哎，还有人说是什么转基因大豆油什么的，这个我也不发表意见吧，因为转基因本身也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没事儿，科学界也是有人认为没事儿，有人认为有事儿，而且只要是国家合法合规的，我也不做个人评价哈，这个你们自己看。还有什么？有人说技术团队招人吗？不招人，我们是出差途中出了意外，临时传了一个，不是原来的技术团队，临时传了一个在直播，好像可以了吧？你们确保用各个台的那个在走廊外边监听一下，是不是确保能听见声音？好不好？可以了吗？播放。
行吗？声音对吗？哎，我刚才是不是说现场不要反送？我就问你们声音对不对？外边有人说不对。哎，咱们各个平台的那个弹幕延迟时间有一点差异，好吧，别着急哈，马上。然后今天这个我们直播的过程中，这个技术搞得乱七八糟，其实是因为出差的途中，而且我们是第一次尝试在多个平台上同时直播，然后因为是出差过程中出了这么临时事件在做的，然后我们也没带。哎，有人说的对，说像蹦迪的声音，确实有一点。还有你们知不知道微博的直播能不能跟这个观众互动的时候联系到对方？抖音是可以的，微博这个可以吗？现在就问，稍等啊。你问一下微博的人，如果那个可以的话，有一些写的好玩的、讽刺我、讽刺到位的，我们也可以送一些礼物之类的，好吧？现在怎么样了？对了吗？音量跟我的音量得差不多大哈，可以了吗？感谢几位大爷了哈，拜托了啊，因为这么多观众在等，好吧？来，我们切回来，从头开始播放。我这儿听到的就滋啦滋啦的声音失真。有人说不要纠结这个了，我们已经看过了，不行，你看过了，很多朋友没有看到啊，好吧？快点儿。有人说感觉是二人转，这个太黄鱼，这是我们的原材料。哦，我知道了。我在想说，我一个人怎么会二人转？他的意思是我加上那个人，有点意思，哎，有点意思。不会，我们因为我们有那个刚才说二人转的那位朋友，稍等一下，我一会儿带你们去在电脑上去都可以电脑上看。就这种损我们损得好的都想送礼物呢，可以了吗？确定？哎，这样呗，如果这次还不可以，明天你就那啥。不是，这次如果还不可以，你就捐1万块钱做公益，好不好？我也不能扣你钱，我扣你钱，他们又该说我欺负人了。没问题，没问题，我捐。你捐哈？我捐。那行，来，咱们再放一次啊！我看你要再给我。这不属于对，来吧。黄鱼，这是我们的原材料，严格来说是算半成品，因为是经过椰过的。如果说解冻完用不了，第二天的话会很新。来，我们再来个仪式哈，来，可以，行吗？有人说以为那个人要辞职啊，不会的，他不会的，他辞职也是明天辞职的，不会的啊。现在辞职不就撂挑子了吗？那还有没有职业道德了哈？来吧，可以吗？来继续。放吧。这不属于原材，黄鱼，这是我们的原材料，严格来说是算半成品，因为是经过椰过的。如果说解冻完用不了，第二天的话会很新。不会重新使用，不会使用，不会。我们因为我们有报损记录。稍等一下，我一会儿带你们去在电脑上去都可以电脑上看。对，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的那个鱼哈，来看第二段。这个是浙江卫视旗下的中国蓝新闻今天去现场录制的片段哈，来再播放一下。煮熟了以后，你们还可以再卖2次。对，您能解释一下这个吗？因为没听懂。现在是原料，煮熟了以后，我们是属于是半成品。这个半成品可以用3次。用3餐。3餐。对。不是用3次，是3餐。就比方说今天晚餐，明天的午餐和明天晚餐都可以用。对。那它还是会存在隔夜的情况哦。对，是会存在隔夜的情况，因为我们是用3餐，因为半成品可以放3餐，在冷藏冰箱里面。这段呢，他是有点尴尬的。他说其实也会隔夜用，我都不觉得隔夜是那么大的事儿。我们现在要求没那么高，我觉得隔夜都没有那么大的事儿。关键是他那里边还翻出2024年的肉，你这多吓人哈！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我们是官方媒体，所以我没有不是西贝，不是西贝的，所以有很多东西其实他们是不想给我们看，就是不是不想给我们看，他们就是给我们看了。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合不合适展示？我觉得不是所有东西都合适展示的。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儿童餐啊，大家最关心的儿童餐。儿童餐。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鸡翅，对吧？等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鸡翅看一下，这是腌制的鸡翅，香蜜蜜香烤鸡翅，然后里边有没有啊？有鸡肉，秘制腌制复合调味料水麦芽糖。有，这复合调味料是什么？我就不知道，它里边也没写。你们是不是音量小了？稍稍大一点点。生产日期2025年8月22号。保质期差不多不到1年啊，9个月。9个月。啊，动手！这是店里做好的那个鸡肉，热一下的。这个一包能用多久？对，这些，半天就半天三根。这个说实话，我看的过程中是很震惊的，因为他欢迎到他们厨房里去看，然后今天自然就去了很多的记者，但是这么多记者去了以后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况，就非常邪门哈，非常邪门。抖音没问题啊，我这儿一直在放抖音，谁在捣乱？不要造谣哈，抖音没问题，都在。我这个是抖音对吧？是我确定。对，抖音没问题啊，不要造谣，这边不要再造谣了哈。这是什么？这是微博啊。来看一下，这是生的还是熟的？生的。然后剩下都是这些糕点类的，之前很多人说他们去西贝呢，就是因为孩子喜欢吃那个儿童餐。看冰箱温度，这个温度还挺低的，这是冷冻区，所以就刚才看过汉堡肉。杂粮餐包。你们这样吧，这边全是造谣的弹幕，这家的弹幕关掉，给我把抖音都放这上去，啊，我不想看了，好吧？这家全是造谣的啊，那个挡住这边，我不需要看那个，对，可以了，好，哎，这个视频播完了吧？这就是刚才正规媒体去的啊，然后儿童套餐的情况，再往下看。不着急哈，所以这段看的时候，我其实有人歹毒说了，这儿童餐的这个年龄可能比儿童还大，这有点过分了哈，这有点过分了，但是说的确实挺歹毒的。好，继续往下看。9月19号来的羊前腿，哎，这没到19号啊，2024年9月19号。对，这个老了，这个是老的，看来羊腿真是没人点啊。我们收到的通知是9月15号羊腿下架，因为我们的新品烤鸭上市了，可能是这个羊肉之类的稍微要减一点。看了吧？9月19号来的。好，这都是今天各路媒体去西贝的门店的时候看到的情况。然后大家知道，他们后边的经营上有一个侧重是做儿童餐，但儿童餐就给做成这个样子了哈。来，再看下一个。这个是那个网红博主去探店的吧？对。这个没必要，这就是他就批评了一通难吃嘛，一看就是预制菜什么，这个没必要，再跳过去吧。下一个呢？没了是吧？好，来，我们好好聊聊吧。视频差不多了，其实我相信网友们在网上看的比我们看的还多哈。来吧。预制菜呢，大家知道其实没有正式的国标啊。那个西贝的老板之前他说叫什么来着？草薇那怎么说啊？他说根据国家标准呢，我们店里100%的没有预制菜，这是西贝的老板说的哈。然后我们仔细去查了一下，实际上咱们国家呢，预制菜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国家标准，有国家标准的呢叫 GB 打头的，就是国标的拼音缩写 GB 打头的。预制菜其实并没有正式的国家标准。之前呢，有多个相关部门联合发过一个叫《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对预制菜的描述是比较含糊的，没有明确的正式的国标。
所以所谓的按照国家标准，西贝100%没有预制菜，这个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哈。因为我们国家甚至还没有出这个国标，这也是我们今天搞这个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这件意外发生的事件，以它为契机，促进和推动预制菜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前面说过了，我个人并不反对预制菜，我只是反对你卖预制菜假装是现做的菜，就这个意思。所以之前所谓的我们按照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西贝没有预制菜，这个是胡说八道。我们国家并没有正式出台这个标准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有人说我的直播间也卖预制菜，就是我那个交个朋友直播间也卖过预制菜，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说过了，我们知道是预制菜，说了是预制菜，卖给你预制菜这件事儿没有任何的问题。预制菜呢，就是另一种罐头，明白什么意思吧？我们铁罐的那种罐头，那个不就告诉你是一个罐头吗？这个是1个月前或者12个月前给你做好的，做熟了，放到那个罐头里，所以它就不会出问题，然后卖给你，甚至常温都可以保存。那么预制菜呢，一般是塑料袋真空包装的，包装好了以后拿回去冷冻保存，可以放几个月甚至1年。然后我卖给你的时候说是预制菜了，你买的时候是知道预制菜了，然后在冰箱里掏出来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所以我们说了卖预制菜，卖预制菜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大家为什么这么愤怒？为什么？我跟大家坦诚的说吧，我一直以来在网络上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啊。一旦出现什么卷入一些公共事件的时候，支持我和反对我的动不动就一半一半。但这一次呢，出了这个事件以后，我上网查，看大家在各个新闻底下的评论的时候，给我看感动了。因为我可能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一个情况，就是我卷入了一个公共事件，但是支持我的人超过了90%，我当时都看傻了啊！这是我这辈子没有享受过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为什么这样呢？难道是他们讨厌我的突然喜欢我了吗？当然不是，是因为预制菜不透明这件事儿已经让中国消费者有点受不了了，这不是1天2天的，是很多年的事情了哈。所以我们再次重申，我们不反对正规合法透明销售的预制菜。希望推动中国预制菜产业透明化，希望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所以这个解释了刚才你们问的，说我们直播间卖预制菜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了预制菜，卖给你预制菜，你买的时候知道是预制菜，预制菜本身是合法的，好吧？里边刚才跟你们说，他店里堂食的那个西贝店里堂食的那个里边加了那么多添加剂，那些添加剂也是合法的添加剂，只不过我们去餐馆吃饭，想吃新鲜的，没想吃添加剂的，没想吃事先做成半成品放冰箱里冻18个月还能卖给你的所谓的现做的菜哈，就这个意思。好，有人说意思这个名词概念呢，有的人就在装傻，实际上装傻的绝大多数是预制菜从业人员，少量是真糊涂的。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现做的菜，什么叫预制菜。因为咱们国家国家标准还没有出台这方面，那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我们去饭馆的时候，一个正常人类，假设你智力是正常的，你会假定饭馆怎么给你现做菜呢？我们说一下怎么叫现做的菜啊。我先说一个数据吧，这是人民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连锁餐饮行业报告中提到，我国头部的连锁餐饮企业中，预制菜使用比例已经比较高了。比如说乡村鸡、真功夫、吉野家、西贝等连锁餐饮企业预制菜占比高达80%以上。餐饮连锁背后都是中央厨房在支撑。那么人民网发布这个的时候说，西贝是80%以上的预制菜，西贝没有去闹。我们到饭店吃完了以后，感觉是预制菜，吃了一肚子恶心，发了个帖子牢骚，他不理我，可能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我一边觉得他们公关做的蠢的同时，一边也觉得他这个闹了，可能对我们社会未尝不是好事。因为这个事儿他不闹，媒体1天就过去了；他一闹，现在全网都在关注了。所以我卷入这个不得不做一个回应，希望借着这个事件能够推动中国预制菜产业的透明化，希望老百姓去餐馆的时候可以有知情权哈，知情权。然后呢，这个是啥呀？这个是就刚才那个字啊。然后再看一下上一个，回到上一页。哎，你们为什么老把这个遥控器给我弄成回上一页回不去？千万别再这样了哈，拜托了啊！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邪门的事儿。
好，这个看一下，这个啊，这也是当时那个对吧？对。好，这一次为什么公众这么愤怒呢？其实有2个原因，咱们国家其实说预制菜或者公开承认自己卖预制菜的餐馆也不少，后面我会讲到，就是公开卖预制菜，并且声称自己卖预制菜的中国的连锁餐厅也不在少数。这次大家愤怒，并不是因为西贝没有公布是预制菜，不承认是预制菜。而是因为西贝这家饭馆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就是它除了卖预制菜，而且它的预制菜，如果我的知识没有，当然我没有做全行业的完整调研啊，但是据我了解，它应该是所有卖预制菜的餐厅里卖的最贵的。然后我这2天也是，以前对西贝了解有限，这2天为了准备这个，我就多看了一下，结果发现很多网友抱怨的，我也吓了一跳，因为有一些我没有点，比如说他们店里有一个叫古法炝面馒头，这一个馒头卖21块钱，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我看到一个网红博主说，他到楼下的叫什么全家买了一个红糖的馒头是1.5块，他到路边的早点铺买了一个馒头是1块钱。西贝的一个馒头卖到21块钱，我个人呢，先说我的立场哈，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我认为你卖多贵都没问题，只要有人买，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个我认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做的太过分了，大家瞧不上你骂你也是正常的，也就是说你有权这么做，但是大家也有权因此批评你骂你。你看这个一个馒头卖到21块钱，什么概念呢？我知道很多工薪阶层的朋友啊，对这个没概念，他只知道贵。我给你们一点概念哈，你做一个类比就知道了。我们也好奇，我们今天现查的比较了一下，这个是我国的这个黑珍珠一传餐厅叫鲁彩，这个是著名的鲁菜馆，因为鲁菜馆通常会卖包子和馒头。我们查了一下啊，黑珍珠一传的鲁菜馆。鲁彩这个人均消费帮我查一下，我记得是好几百块钱的一个高档餐厅。这个餐厅里边，鲁彩的大包子一个也只要16块钱，里边有肉的啊。然后再看一个米其林餐厅，这个是鲁上鲁餐厅。鲁上鲁是2025年北京米其林2星的餐厅。米其林2星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整个国家也没有几家米其林2星的餐厅，3星的咱们整个国家只有4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内米其林3星的餐厅只有4家，米其林2星的餐厅我记得是10几20家，大概是这个样子，也许再多一些哈。这个鲁上鲁呢是一个2025年米其林2星的餐厅，他们家卖的胶东酱黑猪肉海参包子这么大一个，跟馒头差不多大的，也就卖28块钱。你一个炝面馒头卖到21块钱，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正常的。算了，我不激动啊！我说过了，市场经济之下，他卖多少钱，只要有人买，这件事儿没有对错，对错是没有的。你不能说它是是非问题，但它是，你不能在这件事上有是非判断，但是你有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就是一个馒头卖21块钱，有点太缺德了，就这个意思，好吧？来，我们看一下。我刚才讲过，说我们国家有一些企业呢是公然标注我卖的。现做的就是现做的，然后叫什么？预制的就是预制的。比如说老乡鸡也是我们国民品牌的餐饮连锁哈，老乡鸡的店里呢会注明，预制的就是预制的，现做的就是现做的。大家可以看到，哎，那个表哪儿去了？你们那个表呢？它有一张平面的那个表，老乡鸡的，然后上边有注明，那个表有吗？给我投一下，谢谢哈，大家稍等一下，就是咱们国家连锁的餐饮店用那个预制菜，预制菜本身是合法的，可以用，但是用的时候你要注明哈。你看一下这个老乡鸡的店里是怎么做的哈，这也是我们这2天调查的。我这辈子还没吃过一顿老乡鸡呢，我后边准备去试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他在自己店里清晰的表明绿标的，这个绿标的是餐厅现做的生鲜、生切、生调，这个是叫调吧，调味的调吧，应该是。好，这个半预制的呢是中央厨房加外采拿过来以后照现场再操作的。第3个呢是复热预制的，这就是中央厨房全部做好了，只是冻起来拿到这儿热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全部现做的，这个是半预制，到这儿再加工一下，这个是打开加热一下就结束了。他把自己店里的菜单写得清清楚楚的，注明了哪个是哪个。所以我再次强调，餐饮企业不是不能用预制菜。
因为用预制菜是合法的。但是你要用，就希望能够像老乡鸡一样做一个行业表率，就是说你标注的现做的就是现做的，半预制就是半预制，全预制就是全预制，好不好？所以我希望呢，中国所有使用预制菜和半成品菜的这些企业呢，向你们的同行老乡鸡学习一下哈，注明新的现做的就是现做的，好吧？来往下，有点激动。几点了9点18。主要的事儿基本讲完了哈，主要事儿讲完了。然后呢，我们欢迎法学界。我自己不是做了一个播客吗？借着这个机会打个广告，但这打广告也是为了这件事儿，就是欢迎法学界和预制菜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那个播客罗永浩的十字路口这个播客，我们做一期对谈。一个是我想了解到推动这件事儿立法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希望法学专家了解这个领域的法学专家欢迎跟我们联系。然后呢，我很想跟这些法学专家聊一下，怎么样在中国推动预制菜透明化，预制菜这个叫什么，让消费者有知情权这件事儿，如果要推动立法怎么做？希望法学专家跟我们联系，我们一起来录一期罗永浩的十字路口。另外呢，也希望制作预制菜领域的专家大拿，你看今天舌头不好使了，专家大娘，哎，非常有意思啊！专家大拿跟我们联系，我们也请这个预制菜领域的专家来跟我们好好录一期节目，讲一讲预制菜到底怎么做是最有益的，怎么做其实是对健康不利的，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哈。然后刚才我好像还漏了一个，是什么？我觉得可以讲一下有一些，比如麦当劳、肯德基，大家不会说太熟悉。对，这次的传播还挺有意思的啊，有很多人说这个麦当劳、肯德基不也是预制菜吗？你为什么不打他们，然后打国内的？其实这个里边先跟大家说一下啊，金拱门你们也听说了吧？中国的麦当劳已经是中国企业控股了吧？对，是不是？好像是中国企业控股了，所以不要动不动什么外企、国企的，咱们就说谁对老百姓不干人事儿吧。咱们知道的那些洋快餐呢，网上都很多纰漏，他们就是供应商提供的肉饼，供应商提供的冻鸡块，拿到店里去现油炸，然后裹起来就卖给你的，这个叫快餐。所以相应的人家也卖的便宜啊，他不会说把一个冻的馒头拿过来到店里蒸了一下，一个馒头卖21块钱，这个事儿不管中国企业、外国企业干不出来。所以呢，快餐是快餐的价格，我们高档餐饮是高档餐饮的价格。你做了一个店啊，还有西贝的老板说，我们当时5个人吃了15个菜，有2个没吃，那个实在太腥了啊，下不去嘴。没有人觉得这个事儿奇怪吗？为什么5个人会点15个菜呢？这也是很多朋友吃过的都知道的啊，真的吃不饱，菜量太小了，所以他被黑成这个样子不是我造成的。当然我相信这个老板可能会恨我哈，但真的你如果真的出什么事儿，你真不是我造成的，你自己造成的，你自己看一看网络民意。像我这么有争议的，以前都是一半骂我的，这次90%多都挺我，他们是真在挺我吗？他是瞧不上你，不是在挺我哈。还有一个，我们最后说一下我对预制菜的理解吧。这个往前翻一下，有没有那个讲预制菜的那个？不用，就这样吧，我最后就这点说完就得了。好，我现在跟大家互动一下哈。你们说，在我们的国家预制菜的国标出台之前，我们到底怎么理解预制菜？我先说一个人类的标准，是一个人类常识的标准。什么叫预制菜？什么叫非预制菜？什么叫现做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如果不对，请大家刷弹幕批评我、指正我。如果说的对呢，你们扣个1；如果说的不对，你们扣个2，好吧？我现在说一下我一个正常的普通的人类对预制菜的理解。我对预制菜的理解就是这样。我小的时候有同学是开餐馆的，也是我们胡同里的邻居，所以传统的餐厅后厨怎么经营，我也小时候也见过。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发小，我也见过。我们家呢，最多的时候也请过20来个人过来吃饭。我妈妈那会儿请20个人来家里吃饭，这种也都经历过。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所谓现做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饭馆今天要来一堆客人，或者一个人家里今天来10几20个，甚至你们家房子大30个40个客人，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给他们做饭呢？肯定是一大早就去超市或者去菜市场买一些肉，买一些菜，买一些鱼。
这个时候你不一定都是鲜鱼鲜肉，也可能冻鱼冻肉啊，但它至少是生肉，而不是加了一大堆各种这个盐那个盐，这个酸那个酸，腌制了可以保质18个月的，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即便买了冻肉冻鱼，它也是啥也没有，就纯冻的鱼、纯冻的肉，或者是鲜肉鲜鱼。然后买一些菜回来呢，你在家里提前客人来之前肯定要做预处理，就把肉菜什么切了丝儿、切了片儿这样准备好。这个时候有人说，如果不用预制菜，我们到店里怎么能吃到要动不动蒸4个小时的扣肉呢？这不废话吗？传统的餐饮店怎么做的扣肉？是来了客人蒸4个小时吗？那客人早就死了。传统的餐饮店做扣肉的方式是今天中午要开始卖，如果这个扣肉要提前4个小时蒸，那他早晨8点或者是7点多就开始蒸那个扣肉了，蒸好了以后放那儿保温，然后等客人来了拿给他吃。一定不是9个月前就蒸熟了，等着再热一遍，没有这样的。或者有人说了，那个不叫预制菜，那叫预处理菜。那好吧，我们家里做饭想吃个扣肉，或请别人吃个扣肉，也不会提前9个月把它蒸到半熟。你们不是想玩那个叫什么文字游戏吗？是全熟还是半熟？你也不会提前9个月把一碗扣肉蒸到半熟，然后放冰箱里冻着。为了9个月后来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嘣儿掏出来15分钟热好给他端上去，不会这样的，明白什么意思吗？所以所有我们身边跟你说，哎，咱们先说清楚预制菜是什么意思，这个基本就是流氓。我告诉你，我们不用教，常识就知道。我举个例子，如果你炒一个芹菜香干，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菜市场买一个香干回来，这个是确实人家已经做熟了。这个香干固然可以切了炒菜，也可以直接塞嘴里去吃。这个香干一定是预制好的。你买了芹菜，买了肉丝，香干、芹菜、肉丝在家里炒的时候，你这个香干一定是别人做的。没有人，除非你们家祖传做香干的，没有人自己家里会从磨豆子开始把香干做出来。你要说这个就是杠精，这就是抬杠啊，耍流氓，就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正常人类用人类的常识说这个饭馆是现做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是他们假装这件事儿很复杂有分歧，其实一点分歧都没有。还有，如果真的明天你家里来个客人，你提前准备这个菜的时候，有一些是真正的功夫菜，要什么小火慢炖，来个10个小时这种，当然这种菜也不建议吃啊，你要是慢炖10个小时的，基本都是飘零。如果你要做这种菜，有没有可能明天下午来朋友吃饭，我今天晚上先炖上呢？有可能。但这个极限也就是1天吧，谁家里为了请客吃饭或者开一个小餐馆，对外宣传都是现做的，然后一个费功夫的菜，提前1个月、2个月、3个月给它做好，然后冻起来呢，这事儿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意思是，到底什么是预制菜？我们呼吁国标尽快出台，但出台之前，因为没有国标，餐饮企业跟你们耍流氓。说这个预制菜的定义呢，其实是很复杂的。我认为一点也不复杂，是他们人为假装复杂来做这些不老实的事情哈。我要说的基本说完了，你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讲会儿脱口秀，否则就结束了，好吧？啊，哎，回到那一页，对，我再次重申，我个人不反对预制菜，我反对预制菜当现做的菜来骗消费者。我希望推动预制菜行业的透明化，希望维护我们国家消费者去饭馆吃饭时的知情权。你如果这个甚至是儿童餐，你如果是6个月前炖好的，到这儿再加工一次的，这个我就不要给我们孩子吃了哈，就这个意思，好吧，差不多了，我要说的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再多了我容易起情绪。互动一会儿吗？还是怎么样？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或疑问，刷弹幕上来，我们看一下。啊？啊？哦，对。就是你看，刚才不是那个叫什么人民网的那个文章里提到说什么吉野家，还有什么那个什么乡村鸡、真功夫都是用预制菜的，80%用预制菜没问题啊，人家卖的很便宜啊。所以我知道乡村鸡，乡村鸡我没吃过，我知道那个真功夫。真功夫卖的是预制菜，我知道，我也愿意进去吃啊。它一份就是一个快餐的价格，跟麦当劳、肯德基差不多，没问题。我没打算到那儿人均花个100-200、200-300去吃一顿冻的，给拿出来给我解冻，然后收我一份人均100-200、200-300的，没有这个打算哈，没有这个打算。好吧。啊，还有那个羊肉串，我也说一下，
它是不是现烤的呢？是，但那个羊肉串是提前腌制的。今天去媒体去西贝的时候也拍到了，那个羊肉串是提前腌制的。你们知道以前羊肉串行业竞争激烈，很多现在不允许了啊。以前法律上不禁止的时候，你们见过吗？很多小城市的那个羊肉串店，为了告诉你我卖的羊肉是新鲜的，甚至弄一个活羊过来宰，挂到那个羊肉串店门口，挂个钩子，把那个羊弄上去往下片肉。只不过现在管得严格，这些不许做了。你们小时候见过吧？见过。这都是为了让人知道我卖的是新鲜羊肉。现在他把料喂好，装到那个透明塑料袋里，放上好几个月，然后说的时候拿出来。今天记者还在他店里拿到一个2024年9月份的，就刚才有一个视频，对，所以这个太夸张了啊，这个太夸张了。顺便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啊，我也不怕得罪人，就是很多你们不是爱吃那个广式的点心吗？就是早晨起来那个广东早茶特别好吃，一大堆点心。就是10种、20种、30种都有那种广式早茶，现在很多那个店也用的是预制的，所以为什么预制菜有一个特点啊？他们首先不会让你一吃就是隔夜菜，它不会这样的，所以做了很多技术改良，你吃的时候整体的感觉就是，哎，这个菜哪儿不对呢？你说它不好吃吧，它也没有那么不好吃；你说它好吃吧，你总感觉这个菜哪儿不太对。那种，如果你吃着吃着满桌子都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基本就是碰到预制菜了，非常的吓人。有人点了很多餐厅的名字哈，我就不点了，因为我没有去核实，你们自己愿意刷弹幕就刷弹幕。但是我就想说，我们一定要求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下次大家到某一个餐厅吃到那个菜，感觉像是预制菜，感觉像是冻过又给你加热的，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就问他的时候，你在店里就打开手机录像问他。如果他在录像问的时候否认，你回来查到是的话，在网上我们贴出来，我们就让这个餐厅吃不了兜着走啊。最后我们这种事件出的多了，就会推动立法。推动立法以后，我们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看到所有用了预制菜的餐厅，都能像某些承认的店一样。大大方方的在菜单上告诉你，这个是现做的，这个是半成品的，这个是全预制的啊，希望是这个样子，好吧？然后还有什么？没了吧？如果你们不甘心的话，就提要求，我没事儿，我已经把核心的要说的说完了，我很开心。咱们是几点开始的？8点半吗？正好1个小时。对，希望大家多去支持那些。虽然很艰难，仍然在坚持热炒的、干干净净的做热炒的那些餐厅哈，我倒不是说那种卫生没有保障的那种脏兮兮的那种餐厅哈，不是这个意思，是很多啊。还有，我其实这个事儿没有做过大规模的调研，但是很多人就说什么呢？他们说在大型的商场里不许用明火什么的，这些有的商场也许是，但有的商场也不是，大家不要上当啊。他们经常拿这个借口来卖预制菜给你，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们注意一下啊，所有的餐厅里如果有烧烤、烤肉店，并且使用明火的，那就毫无疑问那个商场是允许使用明火的。那在那个店里还卖预制菜给你，那就是纯撒谎，说这个不许用明火，这是纯撒谎的啊。有的商场允许，有的商场不允许。还有网友贴出来。在西贝的店里，他们炒菜的时候用的是一个跟家用的差不多的那个电磁炉，但实际上给商场用，给那个餐饮行业用的有高端的大火力的那种凹陷进去大网眼的那种电磁炉也是有的。今天也是，我都不知道以前，今天也是看到有朋友贴出来的，商用的火特别大的电磁炉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所以不要上当。然后还有什么来着？我想想，你们。哎呀，我真今天受宠若惊啊！就基本上我一旦卷入公共事件，一般都有一半骂我的。今天几乎没人骂我的，我很不适应。你们骂我吧，我不习惯，我习惯一半人支持我，一半人骂我。这也属于恶性凡尔赛了哈。你看，基本没人骂这个。要不就趁着没人骂结束吧，好吧？我说觉得今天要说的都说完了。如果有刚刚进来的朋友还没有看到前面说的什么，我们会把今天的这个直播剪一个精华版，把中间
出现技术故障、草台班子、说错话、口误那些都剪掉以后，做一个完整版的，单独再贴出来哈。感谢大家支持，今天各个平台来的人多到我们头晕眼花哈，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支持。再有类似的事情，我们也会及时对公众做类似这样的事情啊。现在这个直播确实太好了，好，结束了吗？要黑黢黢的结束呢，好奇怪，没事儿，你们就结束吧，谢谢。